寒末世爆发第7天，那些邻居们闯入我的超市，他们掠夺超市的一切，我也惨遭毒手。再一睁眼，我重回末世爆发前一天，并觉醒了怨气收集系统，升级超市，兑换顶级食物。重生在末世前一天，我正坐在超市收银台前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我的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个声音：叮，您的极寒堡垒系统已激活。眼前像投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视野里。第一个面板是物资兑换商城，里面有列不完的品类，各种顶级食物，顶级和牛、麻辣火锅、新西兰羊排、澳洲龙虾，各种顶级食物应有尽有。第二个面板是庇护所升级系统，我的超市被识别为初始庇护所，可以消耗怨气值进行全方位改造。升级方向有好几页，从基础保温层到合金装甲外墙，从太阳能发电阵列到地热循环系统，从水源净化装置到室内恒温种植仓，每一项都清清楚楚地标注了所需怨气值和功能说明。第三个面板是怨气值收集，当宿主收集在上辈子害死自己的对象产生的怨气，即可获得怨气值，怨气越深，数值越高。我看完这3块面板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笑了，这辈子你们一个都别想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。系统附赠了一份新手礼包，里面包含1级保温改造和一批基础食材。1级保温改造在系统面板上显示着详细的参数，零下80摄氏度环境下室内温度可维持在0上5度，墙体硬度强化，玻璃硬度强化，墙面内增加20厘米气凝胶保温层，所有窗户替换为多层真空玻璃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，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确认，下一秒，整个超市墙面和玻璃散发出耀眼的光亮后又消失，超市没发生任何变化，但摸上去多了一层温润的质感。改造全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，就连门口经过的邻居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。第二天，极寒末日如约而至，上午10点，手机弹出一条紧急推送，标题是全国多地出现剧烈降温，气象部门发布极端天气红色预警。我点进去看了一眼，新闻里说北极涡流异常南移，预计未来48小时内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将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猛烈的降温。评论区的网友们还在调侃，只有我知道，再过不到2天，这些人里的大部分都会变成冰雕。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看向街道，雪已经开始下起来了，比刚才又低了至少10度。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。我转身回了超市，我坐在收银台后面，把系统兑换商城打开，用新手礼包里附赠的200点怨气值兑换了1盒自热麻辣火锅。系统出品的东西果然不一样，普通的自热火锅到了我手里，包装上多了一行小字：热量与营养强化版，1盒可满足成年人1日基础代谢所需。我把加热包撕开，倒上水，白雾升腾而起，麻辣鲜香的气味在超市里弥漫开来。一个人走进超市，是隔壁早餐铺的张秀兰张阿姨，她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，搓着手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小苏啊，你这儿有没有多余的电暖气？我家那个坏了，这天儿突然这么冷，阿姨这老胳膊老腿受不住。她的话说到一半，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自热火锅上，喉结动了一下，我夹起一片牛肉，当着她的面不紧不慢地塞进嘴里，嚼了2下，系统面板的数字跳了一下，怨气值加15。我心里冷笑，张秀兰，上辈子跟着王建国撬我门的人里就有她。张阿姨，电暖气没有了，最后一台我刚卖掉，不过您要是冷的话，要不进来闻闻火锅味儿，闻着暖和。张秀兰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嘴巴张了好几次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，转身走了。怨气值又跳了一下，怨气值加20。末日爆发前最后几个小时，气温已经跌到了零下40度，而且还在持续下降。手机上的新闻推送越来越密集，语气从请市民注意防寒保暖变成了非必要不外出，再变成请广大市民就地避险。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越来越短，最后彻底安静了。电力在当天下午6点就断了，整个街区陷入一片漆黑，但我的超市灯火通明，系统附赠的太阳能发电阵列在屋顶铺展开来，蓄电池组在密室里安静地运转。别说照明，就算我同时开着电磁炉和暖风机，电量都绰绰有余。保温层把冷空气死死地挡在外面，室内温度稳定在0上20度。我现在甚至觉得有点热。系统面板上的温度监测显示，外界零下61摄氏度，室内20摄氏度，温差81摄氏度，一墙之隔，2个世界。我坐在收银台后面，超市的货品已经看不上了。我点开了系统，兑换了一份日式照烧鳗鱼饭和1碗味噌汤，外加一杯加了冰块的柠檬茶，然后打开了小区业主群，群里已经炸锅了。有没有人家里还有电？我这儿水龙头冻住了，出不了水。谁有多的被子或者暖宝宝？求求了，我孩子才
3岁。王经理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物业那边有没有应急物资？我一条一条的看完，然后发了一条消息：天冷，大家注意保暖。然后附上了一张照片，照烧鳗鱼饭的特写和味噌汤，还有那杯加了冰块的柠檬茶。群里的消息停了3秒钟，然后我的系统面板像炸了一样开始往上跳数字，怨气值疯狂增加，密密麻麻的怨气值进账提示刷满了整个屏幕。我眯起眼睛一条一条的看，张秀兰、李建国这些名字太熟悉了，上辈子他们撬我门的时候，每一张脸我都记得。群里有人回了一句：小苏，你那边有电视吗？你那鳗鱼饭是哪来的？现在还能点外卖？我没有回复，然后王建国私聊我了：小苏啊，你这个超市里是不是还有吃的？你看现在这情况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能不能先匀一点出来？等天气好了，我帮你向上级申请补助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慢慢打字回复：王经理，我记得您是物业经理吧？小区里有不少老人孩子，您作为基层干部，有没有把自家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？对面沉默了很久，系统面板上来自王建国的怨气值加25。我笑了一声，关掉聊天窗口，端起那杯加了冰的柠檬茶，慢慢喝了一口，太爽了。第4天，外界气温跌破-80度，水龙头、水管、下水道全部冻死，普通建筑的墙体开始出现裂缝，玻璃窗在内外温差下大片大片地碎裂，街面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活物了。我的超市依然温暖如春，系统商城里的物资品类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，我甚至找到了热带水果专区。15点怨气值换1斤菲律宾芒果，8点怨气值换1整个泰国椰青，20点能换到1盒智利空运车厘子。我挨个试了一遍，每一样的品质都好得离谱。芒果金黄多汁，椰青清甜冰爽，车厘子咬下去嘎嘣脆，甜的像假的。如果末日有 VIP 待遇，我大概就是那个唯一的会员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上辈子末日第7天，王建国带人撬了我的门，这辈子我的门没那么好撬了。系统改造过的墙体是气凝胶夹层加钛合金框架，卷帘门换成了全自动合金装甲门，所有窗户都升级成了防弹真空玻璃，外观都毫无变化，内在材质硬度都强化无数倍，低调而实用，这样的末世才有意思。说句不夸张的，就算他们开一辆铲车过来，也不一定撞得动。但我没有因此放松警惕，上辈子教给我一个道理，人在极端环境下能干出任何事。门撬不开，他们会砸墙，墙砸不动，他们会挖地，地面挖不通，他们就会想别的办法。只要他们还在饿肚子，他们就永远不会停止打我的主意。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怨气值，需要把超市升级到万无一失，而获取怨气值最快的方式，就是让外面那些人看着我吃各种美食。第5天中午，我在超市2楼的小隔间里给自己做了一顿午餐，顶级 M9 和牛，煎牛排的油烟顺着通风口飘了出去。冰天雪地里，一群饥肠辘辘的人闻到了煎牛排的味道，我的系统面板瞬间刷疯了，数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高，来源密密麻麻几十条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小区。触发原因：闻到肉香但无法获取。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一条金色提示，我低头一看，庇护所升级面板上亮起了一个之前没有的选项，怨气值累计突破1000点，解锁高级改造全地形装甲外墙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确认，1200点怨气值，一瞬间清零。超市的外墙在我眼前开始变化，原本的砖混结构被一层暗灰色的合金装甲无声的覆盖替换，伪装成普通砖墙的外观。任何锤子、撬棍、电钻都别想在上头留下哪怕一道划痕。我用手掌拍了拍那层装甲，发出沉闷的金属回响，踏实。第6天，我从监控屏幕上看到他们从小区单元楼里鱼贯而出，他们踩着积雪，在最前面领路的正是王建国，手里攥着一根铁棍，走到超市门口，仰头看了看紧闭的合金大门，然后他敲了2下。小苏，开下门，有事跟你商量。我坐在里面没动，把监控画面切换到门口的音视频模式，继续吃我的早饭。小苏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这大冷天的，你一个人待着也是待着，不如开门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王建国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我不搭理，吃了一颗云吞。后面的人群开始七嘴八舌的帮腔，张秀兰的声音最尖，穿透力极强。小苏啊，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，阿姨家里小孙子快撑不住了，你就开门吧。你超市里那么多东西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这句话跟我上辈子听到的一模一样。我咽下云吞，擦了擦嘴，终于开口了：王经理，张阿姨，你们稍等啊。外面安静了一瞬，大概没想到我真会回应。他果然在里面，我就知道他囤了东西。我端起云吞面，走到玻璃门旁，外面的人透过玻璃看到了我，穿着干净整洁的毛衣，面色红润，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云吞面。然后他们看到了我身后货架上的商品码的整整齐齐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。王经理，有什么事您说吧。王建国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目光落在我手里的云吞面上。小苏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小区里200多号人，很多家庭已经断
粮断暖了，你这里既然有物资，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大家一起用啊？后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句，对，大家都是邻居。你一个人也用不了那么多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那么自私？声音此起彼伏，我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上辈子也是要求我拿出物资，大家一起用，用的还是同一套说辞，同一副嘴脸。然后我抬起头，笑容不变。王经理，你们要是饿了，外面街上雪厚，化点雪水喝也能顶一阵子。我随后往隔间走去，而他们对着我的玻璃和墙面一顿猛砸。我的系统面板上怨气值的数字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，金色提示再次弹出，元气值累计突破2000点，解锁高级功能，全息投影展示系统。我愣了一下，点开说明，全息投影展示系统可在庇护所外墙生成高清全息投影，实时向外界展示宿主指定的画面内容，建议搭配美食展示使用，效果更佳。看完说明，我沉默了片刻，这个系统真的太懂我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把全息投影系统调试好了，投影窗口对着居民楼的那面外墙，画面清晰度支持到8K 级别，在零下80度的极端环境下依然能稳定运行。我兑换了一整只烤羊腿，金黄油亮的外皮在灯光下滋滋冒着油花。我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前，大快朵颐地吃着美食。整个街区都安静了，然后怨气值像海啸一样涌来了，每条都破100，有些甚至飙到了150以上。我用这些怨气值把庇护所从头到脚又升级了一遍，水源循环系统升级到了3级，直接能从空气中提取水分并净化成直饮水，再也不用担心用水问题。太阳能也升级成只需要微光就能运转，就算连续暴雪100天没有一丝阳光，供电也不会中断。第30天，他们动手了。监控画面里，王建国带着20来个人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工具，液压剪、电钻，甚至还有一把不知道从哪个工地上弄来的手持式破拆锤。我注意到他们队伍里有几张新面孔，是那种膀大腰圆，不像是小区住户。王建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联络到了外面的人，这些人显然比小区居民更有经验。他们没有一上来就砸门，而是绕着超市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超市后门那个被我封死的消防通道前面。其中一个人用螺丝刀敲了敲墙体，然后抬头对王建国说了句什么。王建国的脸色变了，他们又在外面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那个拿液压剪的人走到正门，对着门就开始动手。3分钟后，液压剪的刀口崩了，那人看着手里缺了一个口的液压剪，他不信邪，又换了一把电钻，然后啪的断了。外面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张秀兰扑到门上，用拳头疯狂砸门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苏苏，你不得好喜，你有那么多吃的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们砸开这扇门，我第一个弄死你。张秀兰她一边砸门一边骂，嗓子都劈了。我看着监控，我不打算搭理他们，把今天收获的怨气值清点了一遍，5800的累积值加上今天这一波，总数已经突破了1万。系统弹出了一条新的解锁提示：元气值累计突破1万点，解锁特殊道具，定向物资投送器系统，可向指定坐标投送生存物资包，包含3日口粮及基础保暖装备。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把群聊记录翻出来，找到了几个 ID， 他们劝导帮我王建国不要冲动的人，上辈子没参与撬门，这辈子他也没有出现在王建国的队伍里，他只是在群里发过一条求助信息。我选了一份基础生存包，点击投送，系统提示投送完成，已送达指定坐标房间内，希望那个小女孩能活下来。第40天，小区里的秩序彻底崩了。最早是王建国那伙人内部出了问题，他找来的那几个外援，他们要报仇，但王建国没有报酬可给，他唯一能拿来当筹码的就是撬开我的超市之后里面的物资。然而门撬不开，墙砸不动，全息投影还每天3顿的往外放美食画面，刺激所有人。那几个外援的耐心很快就耗尽了，他们和王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，具体细节我不清楚，只从监控里看到其中一个人捂着流血的胳膊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小区，再也没有回来。然后剩下的10几个人开始争抢小区里仅剩的资源，有人为了半袋冻成冰坨子的大米打破了邻居的头，有人翻遍了每一间空置的房间试图找到一点能烧的东西，有人在楼道里点了一把火取暖，结果把整栋楼的楼梯间烧了个精光。末世改变了所有人，包括我。我把群聊关掉，没有再看下去。